有一位精神导师啊，他教导大家要谦卑，要安贫乐道。有一天，一个富二代跑来问他：“大师，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位导师说：“把你所有的财物都捐给穷人，然后跟随我。”富二代舍不得钱，扭头走了。导师看着他的背影，感叹道：“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一个人有钱是因为神眷顾他，而这位导师却彻底否定了财富。这是一个极其颠覆性的革命思想。这位导师就是耶稣，而这个宗教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但是魔幻的现实来了，就是这样一个把贫穷和谦卑刻在基因里的宗教，在发展了大约1000年后，竟然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组织——天主教会。你去看看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堆满了无法估量的黄金。天主教会积累的财富甚至比上帝还要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号召大家视金钱如粪土的信仰，是怎么变成一台无敌的超级印钞机和权力收割机的？今天我们跟着江教授的文明史，扒一扒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发家史，以及他们为了保住权力是如何搞出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这些狠活的。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在几个月前失业，并开展了30天失业 vlog 的挑战。正是这30天不间断的日更长视频，让我达到了1000订阅者的阶段。我发现95%的观看者并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您能花1秒钟点赞并订阅，就能帮助我持续为大家输出。故事要从公元1000年左右说起，当时欧洲迎来了一个中世纪温暖期，气候变暖，加上水车、风车和马项圈的发明，欧洲农业大丰收，城市和贸易开始兴起，欧洲突然变得非常有钱。有钱了，社会就出现了极度的不平等，进入了封建主义的巅峰。少数贵族控制了所有土地，而广大农民变成了贫困潦倒、负债累累的农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天主教会不仅接管了当年罗马帝国的盘子，还开创了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降维控制法。为了让大家听懂，咱们把世俗帝国、皇帝和天主教会的教皇拿来做比较。如果皇帝是物理黑帮，那么教会就是精神黑帮，而且教会的段位要高得多。第一，老大的属性不同，皇帝是个凡人，会犯错，会死。你不服他，你可以去说服他，甚至推翻他。但教会的老大是上帝，上帝是完美的、永恒的，绝对不可能犯错的。第二是收割的目标不同，皇帝顶多只能压榨你的劳动力，让你流血流汗去种地，但教会要的是你的灵魂、你的心智，你永远的绝对服从。第三点就是惩罚手段的降维打击。皇帝最狠的手段是什么？也就是把你砍头，物理消灭啊，这就是死刑。但教会的终极武器是永恒的诅咒。教会能判处你的灵魂下地狱，在烈火中被永无止境的折磨10000年、1亿年。这是因为人们对永远在地狱里受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恐惧，教会拥有了无上的权力。有了这套威慑系统啊，教会是怎么落地割韭菜的呢？他们搞出了几个神级操作。第一点就是加密源代码、知识垄断。教会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圣经是拉丁文写的，神父讲道也用拉丁文，老百姓根本听不懂。教会的目的很明确，神学不是给你们老百姓研究的，你们不需要懂，只需要乖乖听话服从就行。只有教会官方认证的神父才有权解释圣经。第二点就是付费解锁 VIP 法术，圣礼收费。
教会规定了7项神圣的圣礼，这些仪式能帮你接通天堂的神圣能量，让你的生活顺风顺水。但前提是你得掏钱买。比如说圣餐礼，神父仿佛在施展魔法，宣称把面包变成了耶稣的肉，把葡萄酒变成了耶稣的血，你吃下去，耶稣就进入了你的体内。这种近乎迷信的仪式，把老百姓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第3点是地狱天堂的海关总署，教会有权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以及谁进炼狱。炼狱就像是天堂前的劳改营，你偷了东西可能在炼狱烧1年，杀了人可能烧1000年，而具体烧多久，全凭教会一句话。如果你敢不听话，教会直接开除你的教籍，也就是吊销你的灵魂护照，保证你死后绝对下地狱。当一个组织拥有了如此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绝对权力，你猜会发生什么？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教会在当时搞出了一系列明码标价的合法腐败产业，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第一大产业就是赎罪券，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牛的精神贿赂。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舍得砸钱给教会，你就能买到一张减刑通知书，让你在炼狱里受苦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就像是花钱给灵魂买了个免广告快充。第二大产业是买卖圣职，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懂不懂神学，是不是文盲，你都可以花钱买个主教当的，这就叫买官卖官。第3大产业是卖假古董，出售圣物。当时的人很迷信，觉得摸一下圣人的遗物就能获得法力，教会就疯狂卖这种所谓的圣物，其中很多都是一眼假的假货，借机大发横财。第4大产业就是疯狂兼并土地，教会高层和世俗贵族勾结，很多神父不仅不守独身规定，还娶妻生子，大肆敛财。在最鼎盛的时期，天主教会竟然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1/3的土地，而且最气人的是，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却根本不需要向国王或贵族交1分钱的税，除了收地租，还强制老百姓交神医税。你看看这样一个满嘴仁义道德，其实脑子里全是生意的组织，老百姓心里能不犯嘀咕吗？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教会这座庞大的精神帝国开始摇摇欲坠，他们面临着5个极其致命的威胁。第一是面子挂不住了。耶路撒冷基督教的圣地竟然被穆斯林法蒂玛王朝占领了。如果你天主教会真的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上帝怎么会让异教徒占领圣地呢？这太让人尴尬了。第二点就是邻居家的优等生，当时的西班牙是被穆斯林统治的，那个地方极度富裕、开放、包容，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那里和谐相处，文化和经济吊打死气沉沉的基督教欧洲，老百姓长了眼睛，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第3点是公私分裂了。1054年爆发了著名的东西教会大分裂，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和罗马的天主教彻底决裂。现在出现了2个教会，都说自己才是耶稣唯一的正统传人，那到底是听谁的呢？第4点，内部腐败透顶，就是咱们前面说的神职人员贪得无厌，严重败坏了道德声誉。第5点是核心需求的断供，人类最底层的信仰需求其实是渴望与神建立直接的亲密的联系，探寻人生的真理，但天主教会却在中间疯狂转差价，告诉信徒你别直接找上帝，我是中间商，你必须通过我，这让欧洲的老百姓感到极度的压抑和不满。面对这5个能让公司直接破产的危机，天主教会的最高层决定必须采取行动，统一思想，镇压意见，维持正统。于是他们祭出了一套3板斧政策，找替罪羊，发动十字军，内部大清洗。这套3板斧可以说是欧洲历史的底层密码，直到今天其阴影依然存在。咱们一个个来拆解。第1把斧头是找替罪羊，在这个环节，犹太人成了欧洲历史上最悲惨的牺牲品。大家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虽然拥有土地，但他们游手好闲，不想亲自下地干活，更不想干收税这种得罪人的脏活累活。
那怎么办呢？他们找来了欧洲社会里的少数群体犹太人，让他们充当中间人和收税官。犹太人为什么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呢？因为他们在欧洲属于异类。天主教会一直洗脑老百姓，说是犹太人害死了耶稣，所以老百姓都很痛恨犹太人。犹太人为了在欧洲活命，只能完完全全依附于贵族的保护，基本上是成了贵族的高级奴隶。这下好戏开场了，农民平时被贵族剥削的负债累累，穷困潦倒，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但他们平时接触不到高高在上的贵族，每天直接面对的是来收租子收税的犹太人。随着时间推移，农民们就把对封建制度、对贵族的阶级仇恨全部转移到了犹太人身上。当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要造反，贵族眼看自己的庄园要被收了，怎么办？贵族和教会心照不宣地玩了一手乾坤大移转，把犹太人推进去送死。江教授用犹太教里替罪羊的典故做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在古老的仪式里，人们会把村庄一整年的罪恶都寄托在一只羊身上，然后杀掉这只羊来净化社区。在中世纪，贵族时不时就会默许甚至煽动农民去屠杀犹太人。农民把犹太人抢了、杀了，心里的怒火发泄完了，就乖乖回去继续种地了。当矛盾大到杀人都不足以平息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的统治者就会下令把犹太人彻底驱逐出境。懂了这个逻辑，你就会明白，二战时期的大屠杀绝对不是希特勒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欧洲天主教会和贵族为了转移阶级矛盾，长达几百年的洗脑和煽动所积累下的历史宿命。如果说找替罪羊是对内的小手术，那第二把斧头十字军东征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外部大手术。背景就是这样的，其实在公元638年，穆斯林就和平占领了耶路撒冷，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徒去朝圣都很安全，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但后来，一群来自中亚的狠角色塞尔柱突厥人，也就是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祖先打过来了。他们在1070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不仅让朝圣之路变得极其危险，还严重威胁到了拜占庭帝国。拜占庭皇帝吓坏了，赶紧跑去向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乌尔班2世求救。这位教皇简直是个顶级的政治操盘手，他敏锐地察觉到机会来了，他可以借着帮兄弟打仗的名义，把整个欧洲的军事力量统一在罗马的麾下，把老百姓无处发泄的宗教狂热全部引向外部的敌人。于是，在1095年，教皇乌尔班2世发动了一场极具煽动性的历史级传销演讲。大家听听这套说辞有多绝啊！他首先宣布，我们要发动一场圣战，只要你去打穆斯林，不管你在战场上战死、病死还是淹死，你所有的罪孽瞬间清零，直接升上天堂，坐在上帝的旁边。接着，他开始造谣洗脑，搞种族歧视。他说穆斯林是崇拜恶魔的卑贱种族，甚至造谣说基督徒妇女在耶路撒冷被当作奴隶疯狂虐待，其实全部都是假新闻。最后，他向全欧洲的底层社会抛出了致命诱惑：你在欧洲是个强盗，是个小偷，没关系，只要你拿起武器去中东，你立刻就是高尚的骑士，是基督教的超级英雄。这番话一出啊，整个欧洲沸腾了，无数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加入了十字军。这些人里有为了洗白身份的杀人犯，有想去中东抢钱抢地盘的贵族次子，因为他们在欧洲继承不到财产，还有一大批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坚信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只要打下耶路撒冷，耶稣就会第二次降临拯救世界。这种为了荣誉、忠诚和信仰去冒险的精神，后来演变成了所谓的骑士精神。
在1099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这种狂热分子竟然真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趁着穆斯林不防备，拿下了耶路撒冷。但他们进去之后干了什么？他们大开杀戒，把城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屠杀殆尽，整座城血流成河。在他们扭曲的认知里，为了上帝杀人不仅无罪，还是无上光荣的正义之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来穆斯林的伟大将领萨拉丁在1187年夺回耶路撒冷时，却没有杀害任何一个基督徒或犹太人，做到了和平接收。这也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早期的基督教在扩张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暴力与血腥。提到十字军，就不得不提一个超级传奇的组织——圣典骑士团。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呢，面临一个大问题。欧洲的老百姓想去中东朝圣，路上带着一包黄金太容易被抢了，于是圣骑士团站出来说：别怕，你把黄金存在我们欧洲的分部，我给你开张汇票，你拿着这张纸到了耶路撒冷，我再把黄金兑换给你。看明白了吗，小伙伴们？这帮拿着大剑的圣典骑士，竟然阴差阳错的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跨国银行，手里有了海量的现金流，他们开始放贷、搞投资、做跨国贸易，富得流油。而且，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做生意，必须和当地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人打交道，生意做久了，他们发现这帮异教徒挺懂礼貌，也挺聪明。根本不是教皇说的什么恶魔啊！慢慢的，圣殿骑士团吸收了大量的异教文化和先进思想，他们变得极度包容、见多识广，甚至成了一群自由思想家。他们在宗教上开始讲究理性和逻辑，不再盲从天主教会那一套，这就动了天主教会的逆鳞了。你既有钱又有独立的思想，还能打仗，教会怎么能容得下你？于是，在1307年，教会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崇拜撒旦的超级黑锅，把骑士团的高层头目亚克德莫莱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强行解散了圣殿骑士团。但思想是烧不死的，圣殿团的幸存者转入地下，他们的自由思想在欧洲暗中传播，直接为后来的宗教改革，甚至是美国独立战埋下了火种。对付外面的敌人用十字军，那对付内部不听话的意见人士怎么办？这就要轮到第三把斧头——宗教裁判所。当时在法国南部有一群人叫纯洁派，或者说叫卡特里派。这帮人思想极其前卫，有点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设定。他们信奉二元论，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充满痛苦、疾病和折磨的物质世界，根本上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魔鬼创造的监狱。人类的肉体就是魔鬼打造的牢笼，而里面关着的灵魂，则是从天堂偷来的纯洁碎片。所以，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远离物质享受，过极度清贫的生活，争取死后让灵魂越狱，重返天堂。这帮纯洁派自己生活检点，对邻居又好，连女性和犹太人都能在他们的组织里当领导，简直是中世纪的道德楷模。相比之下，天主教会那些大腹便便、开豪车、住别墅的主教们，简直就是垃圾。于是，当地的老百姓都疯狂地崇拜纯洁派。教皇一看，这还了得，这就相当于在我的垄断市场里开了个口碑爆棚的竞品公司啊，必须消灭。教皇派了十字军去讨伐他们，但遇到了一件极其辣手的事情。当你用大炮瞄准纯洁派时，当地的普通天主教徒竟然手挽着手，自愿挡在纯洁派面前，说要杀了他们，先杀我们。更可怕的是，纯洁派根本不怕死，因为他们觉得肉体本来就是魔鬼的监狱，你把我烧死，我正好早点越狱回天堂。他们甚至笑着走向火刑柱，这可把十字军吓坏了，这仗根本没法打，越杀人家粉丝越多。既然物理超度没用，教会就升级了武器，他们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霸特务组织——多明我会 （Dominican Order）。多明我会的修士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用剑，他们用的是笔的威力。他们像现代警察一样来到村子里，不搞大屠杀，而是拉网式的挨个喝茶审问。今天问你，明天问你邻居，后天问你老婆，所有人的证词都用笔记下来。
纯洁派为了自保，虽然会撒谎，邻居也会帮着打掩护，但在长达几个月甚至1年的交叉审讯和对比下，谎言一定会被戳穿。多名我会精准地从10个人里揪出了那3个纯洁派，然后当着全村人的面把他们活活烧死，杀鸡儆猴。教义规定教会不能流血，所以他们就用火烧，烧死不出血啊，这个逻辑也是绝了。这种精准打击心理战的方法极具有效，老百姓一看反抗无效，恐惧战胜了理智，纯洁派就这样从内部瓦解，连根拔起了。多名我会的这套审讯笔录系统啊，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数据监控雏形。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天主教会这套控场组合拳简直天下无敌，谁还能扳倒他们？答案是大自然和时代的车轮。靠洗脑和恐吓维持的权利，终究是纸老虎。到了14世纪，欧洲连续遭遇了惨绝人寰的末日级大灾难，彻底击穿了天主教会的合法性。第一击就是老天爷翻脸，持续了300年的好天气结束了，欧洲进入了小冰河期，天天阴雨连绵，庄稼烂在地里。1315年爆发了席卷欧洲的大饥荒，接着英法两国又打起了旷日持久的100年战争，老百姓饿着肚子在泥水里挨刀子儿。第二击就是死神降临，黑死病。1346年，一场由于蒙古帝国打通全球的贸易路线而带来的超级瘟疫鼠疫席卷欧洲。当时欧洲人本来就营养不良，又在打仗，免疫力极差。这场瘟疫直接带走了欧洲至少1半的人口。在这个最需要心灵慰藉的时候，老百姓满心以为只要多给天主教会交钱，多祈祷就能保命。结果发现神父死得比谁都快，大家终于醒悟了，教会根本不能代表上帝，你们之前全是在忽悠人。更滑稽的是，天主教会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内讧了。1378年，教会高层因为利益分赃不均，竟然搞出了个大分裂，同时出现了2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法国的阿维尼翁。2个教皇互相对骂，说对方是假冒伪劣产品，还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这出闹剧让老百姓对教会的最后一点敬畏之心也彻底灰飞烟灭，于是全欧洲开始爆发轰轰烈烈的底层起义。有的革命团体如多尔齐诺派高喊要推翻教会，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这简直就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萌芽。知识分子也觉醒了。英国的大神学家约翰·魏克里夫站出来说，神父权力太大了，信仰应该还给老百姓。他干了一件违背祖宗决定的事，偷偷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了英文，让普通人自己就能读懂上帝的话语。这等于直接破解了教会的控制源代码，教会恨死他了，甚至等他老死埋进坟墓后，还要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绑在柱子上再烧一次泄愤。接着，捷克地区的杨胡斯也开始宣扬类似的改革思想，结果被教会骗过去，当众烧死。这直接引发了大波西米亚人民的大起义——胡斯战争。虽然这些早期的盗火者都被残酷镇压了，但他们已经在这座腐朽的精神帝国上砸出了无数个大窟窿，这就为后来那个真正将教会推下神坛的猛人马丁·路德以及轰轰烈烈的新教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也标示着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即将迎来文艺复兴的光芒。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段似曾相识的历史啊！十字军东征到底是什么？它是骑士的荣耀，但拨开这层外衣，它就是一场基督教版本的圣战，是天主教会为了解决内部的合法性危机、统一思想、割韭菜而煽动起来的一场极其残酷的对外战争。教会是怎么停下来的？其实不是他们主动停手的，而是14世纪的天灾人祸和内部的腐败大分裂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威信。但是江教授在课程最后留下了一个非常扎心的观点：十字军东征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后来欧洲人满世界搞大航海时代，去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甚至直到今天你看新闻里中东那些飞来飞去的导弹，其内核依然是延续着这种异教徒必须死，我是为了正义和上帝的十字军心态。
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的故事，它是正在我们眼前循环播放的剧本。今天我们讲天主教会用拉丁文垄断知识，你看看现在那些晦涩难懂的金融术语、法律条文是不是异曲同工？今天我们讲找替罪羊，你看看世界上某些国家内部经济一拉胯，是不是就开始在国际上疯狂甩锅找外敌？掌握了这套底层逻辑，你再去读新闻、去看世界，你的眼光就会比别人深邃得多。这就是今天历史的回归，教会与帝国的全部内容。如果今天这期节目你看得挺过瘾，让你对世界的认知又通透了几分，请务必长按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看到历史的真相。下一期咱们接着深挖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里那些你绝对想不到的猛料。我是 Jenny， 我们不见不散。